这把剑吗？这是我去天启那年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穿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剑门16路天启，纵马扬鞭，踏遍19化洞，翻斩秋入白衣醉飞天。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我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齐，想要红绸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15年前，北阙西楚接连遭北黎所灭，疆土纳入北黎之治。北阙有部分移民北上，于冰原之外重建势力，意图复国；而西楚故民则彻底融入北黎。昔日的西楚大族燕家，更是经过多年经营，成为了北黎西南道最强大的2派势力之一，和出自北黎的世家顾氏分庭抗礼。直至太和15年，顾家家主顾洛离暴毙巴别城，西南道魁首之争终于拉开序幕。燕家家主燕别天趁顾家无主，强行欲与顾家2公子顾剑门联姻。风雨欲来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二公子，方才午夜派人来说，为避免燕家不满，让我们把府内的白帆都给换成红绸，实在是欺人太甚。难道我们真要这般，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少师兄长请人为我批命，命书上说我一生壮志，空负凌云，死而不得其所。公子，公子，这把剑吗？这是我去天启那年兄长赠予我的。他让我拿着这把剑，穿过学堂大考，不负凌云。从此以后，这便是我唯一的剑。你问我是否就这样任人宰割？剑门16路天启，纵马扬鞭，踏遍19化洞，翻斩秋入白衣醉飞天。
我此生最不怕的就是拔剑，最不信的就是命。燕家在此时联姻，意图吞并顾家，简直可笑。既然他们觉得白帆不齐，想要红绸，那就让鲜血染尽这些白帆吧。我可是狂徒啊！怎么会这样啊？不是说柴桑城很繁华的吗？来了13天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好歹也是钱东城小霸王，可会来这倒霉地方受罪。大哥，进来喝一杯。不收你钱，就当交个朋友。不交就不交，脾气这么差，给我来10斤肉。细看，别挡着我看我家小西施。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酒壮怂人胆。你看再酒也只是看，要是喝了我的酒，你就敢过去了。滚！得嘞，这要是在钱东城，我一把火烧了你的油铺。少年郎，怎么不来和我搭话呀？不必了，不必了。哎，起床了，宋长风。宋长风，嘿，懒骨头，哪有店小二起得比掌柜的还晚的呀？你说也是奇怪啊，这柴桑城不是西南道的第1大城吗？怎么自从我来了以后，这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？而且我遇到的人吧，也都奇奇怪怪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来客人了。东归，不错，东归。看你们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过来，东归这名字好啊，很配你们。进来喝一杯。小二，什么小二啊？我可是老板。老板。小老板看着年纪不大，生意倒是做得挺大呀。生意大不大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酒好不好。小老板很是自信呢。那是自然，酒好不好骗不了人，一喝便知。
不过若是你们觉得不好喝，那就回家换个舌头吧。大胆！看这天似乎又要下雨了，既然已经来到了这儿，不如进去喝一杯，歇歇脚。走。哎，我的酒可不是随便歇歇脚就能喝的酒。愿意细品。来，客官便请。我这儿也没什么客人，今儿你们是第一个，请吧。不是已经有一人了吗？他可不是什么客人，他属这儿的店小二。小二。桑洛、新风、朱鱼、松劳、长安、屠苏、元正、桂花、杜康、须臾、声闻、般若，一共12盏，一盏20两。你知道整个西南道最好的酒馆蓝玉轩里的月落白卖多少钱吗？一盏18两。我的酒比它好喝一点，所以我卖20两。你都要了。爽快，请吧。小老板，既然没事，一起过来喝一杯酒吧。那我便不推辞了。不知小老板怎么称呼？我姓白，叫白东君。东君科佩生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好名字。也有人这样叫过我的名字。来，喝酒。长安久未绵长，最以雨天来饮。各位今日不饮的话，可惜了。要这话。元正澄澈甘香，最是远行归客。各位奔波而来，饮一杯正好。这也不好，那也可惜。敢问小老板能喝什么酒？那就须臾吧。须臾一念，有的时候，命运的改变，往往就在须臾之间。小老板，这杯我便先饮了。如何如何？我这酒足以名扬天下。确实是好酒，在我此生喝过的酒里，可排前5。第5？那你告诉我，第1是什么呀？天启城，碉楼小筑，秋露白。秋露白。自以为好酒只能品1味，而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却能品出3味。那我若酿出一壶酒，胜过秋露白，足以名扬天下。小老板若有机会去天启，可以一试。怕是没这个机会喽。我家人是不会让我回天启的。哦，回？真是好酒啊！我可真是个酿酒的天才啊！诸位，不饮一杯吗？这元正确实清爽回甘，确实不错哈。那边那位店小二，请你喝杯酒吧。来找事的。啊，有酒就行了。是元
不够。嘿，你个赔钱货，别打了我的酒！我的酒！果然又是来闹事的。好强！追虚强。啊！你这家伙，都说了不让你打，你还打，你个赔钱货！注意客官，我家店小二就是个江湖浪人，不懂礼数，莫怪莫怪。哼，看来这个雨一时半刻是停不了，但有些事却耽误不得。小老板，今天这酒便饮到这儿了，告辞。学长，发什么呆呢？走了。这里面啊，还有一个人，我闻出来了，闻？女人香，女人。身体可有好受些？兄长，不碍事的。那酒肆到底什么底下？里面有个小老板，年纪不大，应当不会武功。他旁边的小二倒是会些功夫，但也不算太强。不过，这些现在都不重要了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会派魁正和学正将他们抹除。没想到啊，掌柜的，年纪轻轻，这么好色。我清清白白的，你可别乱说，坏我名声。不过是那熏香，我娘亲也用过。我早在1个月前就已派人控制了整个龙首街，唯有这间屋子，我摸不着底细。原以为只是一间实实在在的无主之宅，没想到临到关头，人出现了，还开了一间酒肆。尝尝，是好酒。人嘛，也算挺有意思的。还问我这酒能不能名扬天下？桑露，柴桑远路，好名字。也确实是好酒。只可惜，这名扬天下，他怕是等不到。西南道近日有一件大事，而且是个大喜事。按照我的计划，以我这一手酿酒术，可以先成为柴桑城的第一酿酒师，顺理成章的受邀为西南道第一大喜事备酒。到时候前来观礼的各路英豪都可以喝到我酿的酒。如此一来，等等，什么大喜事啊？你不知道？当然是西南道侄女儿的顾家和老二燕家联姻的大喜事啊！白同学，别为难为小的，叫掌柜的。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觉得这条街道有些古怪。
我只不过是贪图你的美酒，便留了下来。可现在有些后悔了，我应该早早就走才是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们意外卷入了顾叶两家的斗争之中。不止他们，还有刚才那一队人也是。哼，唉，我浪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点嗅觉还是有的。那你秀一秀，他们为的是什么呀？方才你不是说顾家和燕家要联姻吗？可这顾家大公子前些日子忽然暴毙，如果这门喜事是真的，那这喜事太蹊跷了。这人都死了，还结什么亲啊？顾家还有一位公子，你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首诗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愁，清香有才留无名。这也太不押韵了吧！哎呀，这是白小堂发布的公子榜，只不在押韵，而在贴切。讲的呢，是我北离的8位绝世英才：城府极深的风华公子，风雅精致的清歌公子，一口三舌的琢墨公子，狂傲自私的凌云公子，容貌绝代的柳月公子，面如黑炭的墨尘公子，才华绝世的清相公子，以及空缺暂留的无名公子。那这和柴桑城还有顾家又有什么关系啊？这凌云公子啊，姓顾，所以说顾家的这场联姻，新郎官就是凌云公子顾剑门。凌云公子，这听着便是奇妙啊！走，走哪儿啊？去顾府，邀顾剑门来喝酒啊！凌云之气一飞冲天，听着便会是个了不得的大人物。等他喝了我的酒，去外面吹一吹，我名扬天下，指日可待。好，可别走。你不是要带我去顾府吗？怎么像是去做贼？你信不信光明正大的走，连这条龙首街都出不去？哎，没想到你这个赔钱货懂得还挺多嘛。那是自然，混迹江湖这么多年，要是这点心思都没有，早就埋在下面了。走吧。怎么了？有人。司空长风，快看，这天怎么突然黑了？嘘。公子，这天色……
是来自暗河的贵客吧？苏黎，不可造次。贵客临门，要一起喝一杯吗？多谢公子，但还是不必了。贵客是信不过我顾剑门吗？如果北离还有一个值得我们暗河相信的人的话，那便一定是公子了。谁人不知，这暗河是江湖上人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只要有暗河出现的地方，必定会充满杀戮与死亡。像你们这样的刺客恶鬼，也需要朋友吗？公子言重了，就算是刺客，也需要朋友啊。就像我们暗河选中了公子，是认为公子有些事儿可以帮到我们，而我们也可以帮公子做一些事情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暗河口中的朋友，就是这般利益关系。这样不是更可靠吗？公子本应有许多朋友，可现在他们都去哪里了？他们在哪里不重要。公子的兄长，他本无真凶之心，却依然死在了巴别城，死在了离故乡300里之外。公子，你的敌人容不下你，更容不下你的兄长。敌人的刀已经拿起来了，而我们暗河会派最精锐的杀手来此，帮助凌云公子你，让他们燕家有来无回。兄长如我父，此仇我誓死必报，但不需要靠暗河来报。名剑月雪，据说这把剑奇刃之锋，可斩断空中雪线。公子是要杀了我呀？暗河想在西南道立足，就不打算拿出点诚意来吗？来，让我看到你的诚意来。好。好。细刃纷纷，必杀之时倾泻而下，宛如沐雨。你分明是暗河中凶厉的刺客，可你的剑里
却有着剑客才有的剑意。公子从一开始便没打算跟我们合作，为什么又逼我用出最后的杀招？如果我说是因为我兄长死了，可我却还被困在此处无法离开，所以很想找人结结实实的打一架，那你的剑是不是就要刺下来了？公子若考虑清楚，可去青松客栈询问，我会在那里等公子7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本不应该有名字，但我愿告诉公子我的名字。我叫苏沐雨。公子再见。公子，他暗河3家中，穆家极擅长此等诡道秘术。苏沐雨来到这柴桑城，必然不会是一个人。这墙外，必定还会有穆家的人为他护阵。就连这突如其来的黑天，亦是他们的手笔。至于这些秘术，你想不通的，便不用去想了。那他刚才说的是，暗河不请自来，背后图谋令人胆寒。我们的敌人，只是人世中的凶徒，可来做交易的，却是地狱里的恶鬼啊！那鬼应该走远了吧？奇哉奇哉，这天怎么又亮了？我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咱们先离开这儿吧。走。你们两个看到了什么？十三鬼，他们可在这里等了许久了呢。我们什么都没看到啊。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最好离开这座城。十三鬼，还不快走！多谢。吓死人了，吓死人了！我不过是偷偷跑出来开个酒肆，清清白白的卖我的酒，差点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有没有点天理了？掌柜的，不是吧？那是东家起火，西家冒烟啊！啥？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啊！小老板，怎么才回来？这是去哪儿了？我还要跟你买酒呢。哎，实在不巧啊，酒都卖光了，改日吧。改日？改日可就没有机会了。啊！没机会的是你。哎，看来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，今日必有一战了。掌柜的，找个地方躲好了。司空长风，你小心。哎，
之辈，报上名来。哼，巧了，我还真是无名之辈。我从小未见过父母，吃百家饭长大，睡破寺庙而活，未曾有过姓氏，更无人给过姓名。不过生来空空，去也空空，也是不错。我给自己取姓司空，也愿化作长风，一去不归。回应叫，司空长风。哟，原来这才是正主啊！原来你们是一伙的。我们素昧平生，又毫无过节。我还给你们喝了一盏我的好酒，你们为什么杀我？总不能是嫌我的酒太贵了吧？怪就怪你开店选错了地方吧？玩戏了吧？生命是很珍贵的东西，每个人都只有一次，我们并没有权利随意去剥夺别人的生命啊！白痴，你说什么？掌柜的，你还没听明白吗？顾府已经被这帮家伙包围了，咱们碍着他们的事儿了。说你白痴没错，你竟然想着和这样子的人讲道理。喂，屠夫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，如果我们现在离开，能放过我们吗？不能。那就不废话了，打吧！生遭官法，死见阎罗。你是金口阎罗严千岁。掌柜的，你先跑。我千里迢迢的跑过来开酒肆，也不是没有准备的。你快跑啊！少年郎，去哪儿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是姐姐不够美吗？当然不够。你想去哪儿啊？去那儿。你怎么还没跑？你找我上面。倒是小看小老板了，没想到你武功平平，轻功倒是不错。只是想从我这里过，就这几步，还不够哟。这样吧，姐姐看少年郎生得俊俏，也不忍斩尽杀绝，不如把我们放了。说什么玩笑话？不如你们两个活一个，死一个吧。怎么样？商量一下，谁死谁活？白东君，我知道，不过是萍水相逢。你我的交情，在方才那一战中也用完了。我理解。什么？我话都没说完，你理解什么了？你理解？啊？我还有最后一枪，这一枪之下，前面这个一定会死，但我也不一定能活。你尽力自保，如果我能活下来，
我就带你冲出去。有几成把握？1成。1成的把握，你还有脸说的这么信誓旦旦？不过是将死之人，拼一拼罢了。司空长风，如过了今天，我俩还有命活，我再告诉你。死什么呀？不死。学正，真是个难听的名字呀。重新认识一下吧。我姓雷。雷？哪个雷？雷家宝的雷？哎，也可以这么说。虽然雷家宝并不喜欢我这个不听话的子孙吧，但我还是认这个家的。你是琢磨多言雷梦莎？原来是卓墨公子，久仰。你久仰什么久仰？你是金口阎罗，我是琢磨多言。你不爱说话，而我一张嘴就能把人给说死，咱俩就不是一路人，就甭跟我客套，还久仰。反正你们人再多也打不过我一个，不如我们就大道朝天，各走一边，折柳相送，就此别过。这位就是你说的北离八公子之一？对，琢磨多言。确实是个话痨。二位，我听得到。有幸。哎，你又来了不是？你嘴上说着有心，但你心里就不是这么想的。你到底能不能真诚一点？我知道，你心里想的一定是我今天怎么这么倒霉，一出门就遇上了雷门第一少年英才，北离八公子之中最难对付的琢磨公子，也就是我。你怕不是今天出门忘了查皇帝，去年上坟忘了告乃翁吧？这个世界上啊，世事难料，而你遇上了我，就是你的不幸。闭嘴！雷门精神指果然厉害。精神指一指3唱，刚才这一唱叫不离，第2唱叫不归。二公子，有个人也来了。雷，他可真会给自己找事啊！我才刚跟苏沐雨说过，不希望他们来呢。二公子，我们当真还有机会？有没有机会，就看有多少必死之心了。我还有第3唱，唱精神。哎，我有个问题。什么？你们江湖人都是这样一边打架一边给自己解说的吗？雷梦莎，你确实很厉害，只不过你一个人，抵得过我们联手吗？
谁说是他一个？我是清歌公子洛轩。清歌公子洛轩，你这家伙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只许你能来，我来不得。清歌公子，八公子中的雅公子，据说每次出现在人前，不是有雅乐相伴，就是有花瓣落雨。我一直认为那是夸张的说辞，没想到今日一看，这世上还竟然真的有这么做作的人啊！哼！愣着干嘛？走！想追，先过我这一关。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？西若寺，就在前边。叫什么？白东君。司空长风。怎么，现在探子取名字都这般讲究了吗？说吧，有什么消息没有？什么消息啊？你们不是老七派来柴桑城里的探子吗？当然是你们这段期间得到的消息啊。柳月和小黑另有任务，你先潜入柴桑城，等到了那里，自有我安排之人与你相见。那个雷大哥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所以说，你还真就是脑子犯浑，想要闯出点名堂来。于是你从家里偷了一张地契，千里迢迢的跑到这儿来开酒肆卖酒的。哎，准确的说，我是酿酒师。而你，该不会就刚好真是无父无母，江湖浪人一个，恰好来到了柴桑城，而他能给你免费的酒喝，你就打打杂吹吹水，白吃白喝的住下来了？你这样说，倒也没错，不过措辞能不能稍微委婉一点啊？苍天呐，我是不是脑子抽了？我还以为你们二位是老七派过来的知音，结果你们不过是个过路的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浪费我的时间，浪费我好不容易伪装来的身份跑去救你们？我要疯！那个雷大哥，先别疯，也别难过。如果需要帮忙的话，我们二位可以帮。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，你怎么帮？有人。怎么这么慢啊？是不是太久没打架，骨头都生锈了？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怎么跟师兄说话的，老六？那你说说，你怎么来了？不光是我来了。
昌河，你怎么来了？路过了，所以来看。昌河，你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意思。我见你干嘛还要我过来看戏的？看戏？没错。我有预感，这次这柴桑城里一定会有场好戏发生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见识到那群传说中的天之骄子们。谢强，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顾剑门怎么了？他不是马上就要成新郎官了吗？为什么你们一个个死去活来的？整个西南道一共有2大世家：柴桑城金钱坊的顾家和开阳城沐浴行的晏家。半个月前，顾大公子顾洛离于柴桑城300里开外的巴别城暴毙而亡。自此，整个顾家能够当家做主的只有2个人：顾洛离的最小的叔父顾五爷，另一个则是顾洛离的亲弟弟，也就是我们的老三顾剑门。但司空长风都跟我说过了。他黄鸟爷为哪里变出的这些东西？别问，问了就是做作。顾洛离身死不到3日，顾五爷便仗着他叔父的身份，给他定了一门亲事。而这个亲家就是晏家千金晏琉璃，就是今日在马车里的那位。他的兄长便是晏家的当家人，也就是与你在酒馆里喝酒的那位晏别天。原来这门亲事是这么来的，也就是说，顾家大公子不是突然暴毙，而是晏家和顾五爷联手策划害死了他，然后想通过这门亲事彻底的控制失去当家人的顾家。可是这样一来，顾家不就成了晏家的囊中之物？这样做对顾五爷有什么好处啊？没想到啊！你这么个少年郎，竟然对这世间污秽的人心了解的挺深呐。对，顾五爷虽然在顾家空有个叔父的名头，但他没有权，所以他心里早就不甘了。此事一成，若他成为家主，失去一个西南道第1的位置，又何妨呢？难怪这座城这么奇怪，也就是说，顾府附近，不，整个顾府都已经被晏家控制了。是几乎都被晏家给控制了，直到这位小白兄弟出现在了龙首街。所以啊，对晏家而言，你很蹊跷。不蹊跷，一时兴起，一时兴起。我还有个事儿。你说。那边有个女鬼。人被救走了？是，属下无能。不怪你无能，北离八公子一次来了2，你们自然不是对手。你是从我这儿学了什么多嘴的臭毛病？明知道他是谁，你还调侃他啊？谁呀？晏小姐，金戈公子、卓墨公子，初次见面，幸会。啊，也不算是初次，护送你一路上，咱们见过很多次。你就是白日里
在马车里的那个姑娘。你就是94的小老板。还没死呢。我大人有大量，不跟你计较啊。老七与我说，他要邀请一位关键人物，我也是没想到。请坐。不知燕姑娘是何意啊？为何白天还放任手下大杀一场，晚上却亲自跑过来和我们密会？好问题。因为我爱他。你爱谁？我的天哪，多新鲜呐！你竟然真的爱顾剑门，所以你们燕家把顾洛离给杀了，就是为了让你顺理成章的嫁给顾剑门。是你疯了，还是整个燕家都疯了？我看是你疯了。你能不能闭嘴？你爱的，应该是前几日暴毙的顾家大公子顾洛离吧？看来是我猜对了。是的，我爱的是顾洛离，但没人知道，我兄长要借我的婚姻，从而控制整个顾家。他杀了我爱的人，还想拿我当棋子来设局。所以，你是故意入的局，为的是破局。是的。婚礼那日，我是绝对不会嫁给顾剑门的。我要嫁的，只会是顾洛离。恕我直言啊，他已经死了。死了又如何呢？我还是爱他呀。燕小姐，你需要我们怎么帮助你呢？抢亲。抢亲。不久之后，你们的兄弟会去劫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你们就带着那个东西来抢亲，然后做好杀人的准备。对了，你们要记住，下棋的从来就不是我的兄长，而是我。恕我直言，有点变态。一个心里全是怨恨的女人能有多正常？对了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我兄长身后还有其他势力，一股更强大的势力。什么？你要去抢亲？李大哥昨日不是去寻找合适的人选了吗？世间人人都识得北离八公子，你们不宜亲自出面。至于其他的人选，能帮忙且愿意帮忙的人又屈指可数，更何况也不好让无辜之人平白的卷入这场纷争。既如此，那不如让我试试。掌柜的，为什么？我确实之前是想过找你们帮忙的，我甚至连说服你们的理由都已经想好了。但是就像你说的，我确实还没有下定决心把一些无辜之人卷入其中。可无论我想与不想，我都已经卷入了呀。我想听的是你真正的想法。名扬天下。什么？我想名扬天下。顾先生，有客至，可愿相迎？迎。
我以为只是一个贵客，没想到是来自天外天的贵客。先生认得我？你的眼睛和你的母亲很像。原来是家母故人，那还请先生助我们北阙一臂之力。我知道姑娘此行的目的，可我已不问世事，你还是请回吧。仙子姐姐在看我。徒儿，该醒醒了。我感觉我要醉倒在这王眼眸中了。傻孩子，真给为师丢人。仙子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不如你先回答我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东君。东君。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不信蓬莱千万里，春风还未过人间。真是个极好的名字啊！东君柯佩深烂山，青玉过时拂柳端。仙子姐姐，你要走了吗？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，以后我要怎么去找你啊？不如我来找你吧。等哪日你名扬天下，世上谁都知道你在何处之时，我便来找你。果真是个少年啊！确定不是在嘲笑我吗？不，我是在夸赞你。他这是在阴阳怪气的说我，他脑子有病。讲真的，你为什么会觉得抢了这次亲就能够名扬天下呢？因为这不是门普通的亲啊！正如燕姑娘昨日所说，这门亲事乃西南道的登基大典。既然我已经得罪了燕家，靠着酿酒混入婚宴扬名的办法已然是行不通了，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堂堂正正的抢了他这门婚事。到时候宾客满座，看我如神兵一般从天而降，无一不为我英勇的身姿所折服。掌柜的，过了。哦，原来你小子是为了女人啊？那又怎么样？不是你就没想过吗？如果你为的这个女人知道你去抢了别人的亲，她不生气？怕什么？有你们北离八公子作证，你们不是都去吗？我这可是为了生死义气。去吧。不去吗？应该去吧。看看花，今天刚采的花。我们家新出了几个菜，尝尝。小姐，是我。静。小姐，什么消息？燕家那边同意我们的要求，为表合作诚意，会将那样东西送到我们指定的地点。有了那样东西，一旦我们将燕家扶上尊位，西南道便尽在我们掌控。
闪。来者何人？你可知我乃西南道燕家之人，得罪我们，可有想过下场？巧了，我们找的就是燕家的人。告诉他们，留下东西，饶他们不死。听到了吗？我家公子说了，西南道燕家算个屁呀！留下马车里的东西，饶你们不死。前半句，我可没说。我知道公子你肯定想这么说。好大的口气！你家公子倒是何人？我家公子可是……废话那么多干什么？上去揍他们！公子，你让我说完，听到没有？我家公子说不和你们废话，让我揍你们！欺人太甚！借光！公子点灯美人陪，杀人放火金腰带。你是8大公子中的柳月，传说你容貌绝代，亦因此特别讨厌别人看你的脸，故而出行必在轿中，能不露面就不露面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。公子，怎么办？被人看出来。早说了，做人不要这么讲究，这件事也太明显了。我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的身份，但别人一下就知道了。看来我是真的很有名。也是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被公子榜评为容颜绝代的柳月公子。是我，不是我们。那老子就来会会你8大公子。不堪一击，不堪一击呀！还不出来帮忙吗？很美的一把剑，是吗？那可配得上绝代的柳月公子。人非剑气，如何混为一谈？敢问剑主何名？白发仙。有趣的名字。我这把剑以美扬名，若是这把美剑可以杀死大名鼎鼎的柳月公子，是不是也很有趣啊？你有信心杀我？有些难度，不过我想试一试。很多人都想试一试，但我依然坐在这里。是吗？公子，
又来了许多人。感觉到了，轻敌了。在杀你之前，我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说。我想看看你的脸。世人以白为美，唯他通体浊黑；世人尚美宠美，唯他爱丑怨丑。你是莫尘公子，莫小黑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说这次抢亲危险不危险？当然危险。要我说，你就不该去抢这个亲。那咱就是了，总要有一些准备，给自己留个后手。哎，我看燕姑娘也有几分姿色，真没法和你那仙子姐姐相比。我可不是什么随便的人，知道什么是一往情深吗？哎，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，哼，我可不喜欢情情爱爱。啊？啊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哎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跑什么呀？你不正常。我只是说我不喜欢那些矫情的爱来爱去，就像我师傅一样，一点也不自在。你师傅？对啊，我师傅，就是将这个银月枪传给我的人。好吧，其实他也不算是我师傅。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已经快不行了，浑身长满烂疮，躺在一个废弃的道观口等死。那可是追须枪林9，却落到这般境地。后来我救了他，他教了我5日枪法。然后呢？然后5天之后他就死了。临死前，他让我把他的骨灰带回他的家乡。他跟我说，他曾经在那儿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。那个女子呢，每日清晨都会在湖边梳头。他当时只是个穷小子，而那个女子却是镇上最美丽的女子。于是，他下了狠心，拿起枪便去闯荡江湖。只是这一入江湖，便是整整的30年。30年？那女子早该嫁人了吧？在他离开后的第3年，那女子便嫁人了。他甚至都不会记得，曾经有那样一位少年，每日早早起来练枪，只为了看他一眼梳头的样子。你师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呢。了不起吗？或许吧。你看，这就是江湖。所谓的情啊爱啊，根本就没有。人生苦短，何必给自己找累受呢？司空长风啊，你说你是个江湖浪客，一杆长枪，一壶烈酒，浪迹江湖。请问你浪迹的是哪个江湖啊？江河湖海的那个江湖？那只能叫浮水，怎么算得上是浪迹江湖呢？哦，原来是有人的那个江湖啊。对啊，既然有人，那便会有7情6欲，那情和爱便会是理所当然。也正因为有情、有义、有英雄、有美人，江湖才会如此动人。就当我说不过你。之前你说你快要死了，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有15岁之后的记忆了，在之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了。但练了枪之后，有了武术功底，发现自己的心脉早已严重受损，没有几日好活了。白同学，要不我替你去抢亲吧？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不。
不过你今天跟我讲的故事，倒是给了我很多启发呀，让我更加坚信了我做的没错。什么意思？我得抓紧时间了呀，不然我心爱的姑娘或许以后嫁人了。雨季，季轩，怎么样了？东西丢了，也不知那柳月从哪里来的。他一个人来就罢了，还有，那传闻中跟他不对付的莫小黑也来了。那你，我撤得及时，没什么大碍。只是那东西，他们带着他走不远的。我们赶紧回柴桑城，提早做准备。好。也不知他要这个东西，想玩出什么花样来。看出什么了？不错，不错。什么不错？你来了，很不错。哼，我来之前老七可没告诉我，要救的人是你。这就叫做冥冥之中天注定。走吧，方才那个人不是西南道的，看来燕家的背后还有另一股势力。天下第一的美公子与丑公子，还真是有趣的联手。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。二公子，明日我可以穿白衣吗？恐怕不允。婚礼之上，应当穿红衣。只有参加葬礼，才穿白衣的。可谁又知道，明天是婚礼还是葬礼呢？姑爷，恭喜啊，恭喜啊！好，谢谢谢谢啊！恭喜恭喜啊！谢谢。哎，快，里边请。多谢。哎，帮主好。今日后啊，顾家和燕家锵锵联手，这定会更加兴旺啊！长天吉言，快里边请。哎，好。顾爷，恭喜啊！谢谢。会西君到！想不到，顾爷居然能请到会西君这尊大佛。什么来头啊？这会西君的父亲啊，因护国而死，皇上为了体恤他家，封了他做会西君。虽然未位列九卿啊，但是满朝都以九卿之礼待之。拜见会西君，会西君亲临小侄的婚礼，蓬荜生辉，蓬荜生辉呀！奴才呀，跟顾大当家相比差远了。顾爷，做惯了羊的可以靠着庇护活下去，可若是羊，一旦有了做狼的心，那么不论是曾经一窝同眠的羊，或是作为对手的狼，都会杀了他。顾爷，好自为之。哎呀，只不过是一场葬礼而已，搞得还真是有模有样啊！是婚礼，都一样，没区别。你在这里苦等了7天，
顾剑门他没来找你吗？我说你在我面前装什么沉默呀？这难道不就是你内心最想要的吗？他若来找你，对暗河自然是好事情，但是对于你来说，应该会对他很失望吧？苏商河，怎么了？或许有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闭一下嘴。龙首街有动静了。 看来好戏就要开始了。你可想好了，踏出这一步，就再也回不了头了。不回头。好，那就不回头。 还敢回来？有何不敢？对不住了，这条街我们包了。北篱八公子也来了呀，越来越热闹喽。那两个少年，怎么了？你认识那两个傻小子？说不上认识。 我上次去找顾剑门的时候，与他们有过一面之缘。其中一人使枪，枪法普通，但很有天赋，应该是块未着之玉。至于另一人，另一个怎么了？另一个看起来不大会武功，但我说不好。还有你苏沐雨说不好的事情。 燕家这是打算办完婚礼就要接替顾家呀？诸位贵宾远道而来参加我侄儿的婚礼，顾某万分感谢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吉时已到，奏乐，迎新人。 一拜天地。一拜天地。
怎么客人还没到齐，戏言就开始了？难道这就是西南道龙头老大的待客之道？你是谁？客人。好像见过的，大人都是的，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吗？但是这不可能啊！小兄弟，我们顾家未曾邀请过你吧？敢问客为何来啊？抢亲。抢亲？抢亲？不错，抢亲。小老板，念在你我有一面之缘，我奉劝你，莫要胡言乱语。你哪这儿都听到我在胡言了？你们不请我，是因为请不起我。但若是我来了，你们也只能以上宾待我。是吗，小老板？我给过你们一次机会了，但是你们好像不是很懂得珍惜呀。他动杀心了。杀了。还想跑？真当我燕家是好欺负的？这两个家伙怎么还没到？这群家伙也比我想象中的难缠得多啊！白东军那边应该也撑不了太久，别到时候真的让他们把命都给送了。掌柜的，我白喝了你那么多日酒，今日我就还你这份恩情。只要我一出枪，你就头也不回的跑！快跑啊！不跑！琉璃。行货们，看错了。小白，回来吧。藏了这么多时日，也该轮到你好好表现一番了。果然是他。头有犄角，通体银白，身长10丈。这条蛇是温家家主温宁豢养的白琉璃。你不姓白，你是温家的人；你姓温，你叫温东君。好难听的名字呀！琉璃从小和我一起长大，
外公在我出生之时便将它赠予了我。还有，我不姓温，姓百里，我叫百里东君。这般丝毫不惧的，还能有哪个百里？当然是镇西侯百里洛尘的那个百里。爷爷是曾与陛下出生入死，杀敌10万的镇西侯百里洛尘。父亲乃一箭瞬杀千里无形的百里成风。母亲乃是独一温氏家主温林最疼爱的小女儿温洛玉。舅舅是独步天下温壶酒，这个百里呀，可当真是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啊！我有没有资格做你们的客人？我怎么跟你说的？这里果然发生了一件比有趣还更有趣的事情。或许暗河就此与此事失了交集，倒也是好事。哼，那不是温家那条白琉璃吗？白东君怎么在上边？白琉璃不是已经被温毒仙送给他最疼爱的外孙了吗？这么说的话，白东君并不是白东君，而是镇西侯府的小公子百里东君。洛轩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事要是让镇西侯知道了，他不会直接派军队把我们雷家堡给踏平了吧？我完蛋了！他们来了。谁啊？太好了，罗轩，一会儿你带着柳月把这里处理一下，我和小黑负责把棺材运进去。为何如此安排啊？因为你俩都长得太好看了，要是你们进去，只会抢了本公子的风采。小姐，这小子怎么会跑来柴桑？头儿，这样怎么办？现在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什么？走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原来是侯府小公子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。来抢亲的，你要是远赢了我，这亲我还怎么抢啊？所以，你们还敢杀我吗？今天是舍妹的婚宴，我有几句话想问百里小公子，不知可否？你问。刚才小公子说要抢亲，敢问小公子和佳妹可曾相识？算不得相识，那是暗中倾慕佳妹。我另有所爱。非你妹妹能比，那是何故啊？大哥，这是你炫耀你梦中情人的时候吗？说的也是。小公子出身名门，镇西侯为我北离开疆拓土，战功赫赫。侯府之人，我们自然恭敬有加。若小公子只是来喝碗喜酒，我燕别天定然奉为上宾。可小公子一来不认识佳妹，二来不喜欢佳妹，却口口声声说要抢亲，未免欺人太甚了吧？看来百里小公子不占理呀。我说我来抢亲，可没说是为我自己抢啊。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，真正抢亲的人来了。
这是棺材啊！棺材啊！你也不能这么做呀！顾洛离，不错，真正抢亲的人就是他。顾家当家顾洛离与你们家燕小姐青梅竹马，一向对其爱护有加。燕小姐对他也是倾心良久，他来抢亲，可还合乎你们所谓的道理？放肆！他是个死人。可若不是你们害他，他又为何会变成一个死人？这是为何呀？兄长，不如问问我的意见。我燕琉璃愿意嫁给顾洛离。你们都听到了吧？在爱人的眼中，那个人便是那个人。无论他变成什么模样，只要是他，那便是独一无二、最珍贵的存在。百里东君，让我喝他的这杯喜酒，你要喝吗？喝，怎么不喝？干！就是这酒差点意思呀！你应该提前找我预定的，我还能给你个友情价。杀了他！我是想要杀了百里小公子，然后嫁祸于顾家呀！燕当家，你根本不了解镇西侯府的形势。你更不了解我燕别天的形势。反了你了！按照我朝律法，你这样是要被砍的。小白，没有这种人的，只有几个，他们都跑了。闭嘴！龙首街之争，我早已注意。呵呵，这小子是个天生五脉。小姐早就知道此事？不错，我曾与他见过一面。天生五脉，那为何？自然是有我的考虑。陈长老，你是在质疑我吗？不敢。可是小姐，如今这个好机会，还是不要错过为好。燕家和顾家相争，结局必定是两败俱伤。就算有北离八公子，此一战后，他们这些人还能有几分余力？不如我们趁这场争端的最后再入场，那个天生五脉给他带走。那我们与燕家的盟约？强者
才有制定规则的资格，而弱者就该有被放弃的觉悟。更何况，如今棺材已经丢了，我们失去了拿捏燕家的筹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不出来，一个燕家还能比天生五脉更重要。陈长老说的不错，那便如此行事吧。是。这件事怎么好像突然和我们没关系了？本来不就和我们没关系吗？吴叔，今天之前，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，你是我爹的亲弟弟，是我和我兄长的亲叔叔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就是因为是你的亲叔叔，我才会怕你哥死后咱们顾家独木难支，千挑万选给你定了这门亲事。好，那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不是说我哥哥是病死的吗？身染恶疾，暴死他乡，害怕疾疫传播，尸体就地掩埋。那这棺材里兄长的尸体是怎么回事？这尸体上的剑痕又是怎么回事？你管这个叫病死？这死的有蹊跷。就是李苏林。顾剑门，不得放肆！这是我顾家的门庭，而我叫顾剑门，我为何不能放肆？我顾家生于危难后连胜3代，在西南道从来只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我兄长为何年仅16便独掌大局，历尽艰辛，呕心沥血，而我又为何仍在年少去天启城学艺？我们顾家为何以商成名，却又以武呼名？为的就是不妥协，不对任何人妥协，不对任何事妥协。胡叔，你不配做我们顾家的人。你大胆！你以为你还是那个有哥哥庇护的二公子吗？你错了，我早就不需要哥哥的庇护了。哼！来人，拿下他！干什么？拿下他！你以为顾家真的听命于你吗？有些人生来就是要做家主的，因为他们身上有让人誓死追随的魄力。我哥就是这样的人，而我现在便要传承我兄长的意志。顾家二郎听着！现家主顾洛离死于非命，我顾府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。誓报此仇，不死不休。反了，反了！内奸已除，该轮到外敌了。凭你们几个人，也想杀了我？哎，好像刚才我才是绝对的主角呀，怎么现在所有目光都到他身上了？你啊，
靠的是自己祖辈上的名声，而他，你看，靠的是自己的家。都快败了，还不出来吗？ 便不死不休！哎，谢谢就不用了，都是兄弟。多谢百里小公子，还有这位拿枪的小兄弟。客气客气。又是你，没错，又是我。怎么又来了一拨人啊？果然是天生五脉，拿下他！上方！哼，今天谁都救不了你了。哼哼，谁敢动我外甥？谁？原来是温家。 文虎继母，答对了也不一定有奖励哦，反而可能会死。你真卑鄙，竟然下毒！这话说的真好笑。 哦，让温家的人不准用毒，就好比让剑客不准用剑，都是耍流氓。
谁呀？撤！哦，这就走了？哎，舅舅，小白脸，伤着没有？我没事，舅舅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说呢？你家人知道你只听我的，特意让我过来带你回去。幸亏我跑来一趟，不然你就让别人带走了。哎，你这都是招惹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人呢？我哪知道啊？难道是因为我调的酒太好喝了？嗯，玩够了没有啊？就像是喝酒，才刚品出第一口的味道，你说呢？哎，贫嘴小白梨，让舅舅看看，来来来，哎呦呦呦呦呦！各位公子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温前辈，温前辈，我外甥给各位添麻烦了。舅舅，你是来晚了没看到，我可是帮了他们一个大忙。确实如此啊！百里小公子智勇双全，如神兵从天而降。折磨公子，我们赶时间，麻烦你先不要说话。不知顾公子要怎么处理今日之事啊？大哥大仇得报。至于剩下的，便要看燕家如何处理了。燕别天，罔顾道义，陷顾燕两家于不义，死有余辜。从今日起，燕家家主由我燕琉璃接任。燕家的兄弟，可有不服？既然如此，那婚礼就到此为止吧。婚礼还是要进行的，只不过我不嫁你，我要嫁他。有意思。那既然没我们什么事情，便容我们先走一步。舅舅，小香仙，不跟我们一起来吗？小姐，任务失败了。有负小姐。陈长老呢？我们遇上温家温壶酒，陈长老他知道了。星儿，走吧。我还真以为这是座死城呢。怎么可能？顾家附近只是被燕家控制了而已。顾家事了的消息一出，大家自然就放心的出来溜达喽。舅舅，这次小白也跟我一起过来了，他刚刚出了很大的力，都受伤了，我让他先回酒肆休息了。放心吧，晚年自然会有人把他带回温家，休养休养就好了。真羡慕比利八公子之间的情谊啊！你没有过这样的兄弟吗？有过。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要去闯一闯在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九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但已经死了。
啊？嗯。我们自小在天启城一起长大。他是将军府独子，我乃侯府独孙。虽然差了一辈，可是年纪相仿。我们是很好很好的兄弟。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个。舅舅，我还有个事情想请你帮个忙。你可是想问我，当初为何没有带走那百里东军？小姐明慧。当年北阙、西楚、南绝三国围攻北离，南绝退败，西楚和我们北阙亡国。父皇带我们退守天外天后，闭了死关修炼虚念功，以寻复国之计。而只有带回那天生五脉，助父皇修炼大成，我们北阙才有复国的希望。你今日应该也看到了，百里东军虽是天生五脉，但却并没有武学根基。所以，不错，虚念功太过强横，他这等半点内力都没有之人，恐怕难以承受这般强横的功法。若他折损，我们北阙将失去这唯一的天生五脉。舅舅，你馋酒了？可是这么多坛酒，咱们怎么着也喝不完啊！你呀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喝酒。这酒不是用来喝的，那是用来救他的。你呢，救了我小外甥的命，所以这一次，我一定会救你的命。真的吗？这么多年，我找过很多人，也去过很多地方寻求救命之法，但是，那一世的办法呢，我是没有，但是一时的办法我还是有的。不过有个问题，我很好奇啊。你为什么现在还没有倒下？啊，挂了。哎，宋长风，宋长风，这么快？说倒就倒。舅舅，你这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呀？花衣嘎、血蜘蛛、三尾蝎、蜈蚣。等等。你怎么还随身装了这么多恶心的东西啊？你才恶心呢！你娘从前也有。哎呀，赶紧出去吧，在门口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放心吧，2天之后呢，还给你一个活蹦乱跳的司空长风。哎呀，去吧去吧去吧。小兄弟，怎么一个人在屋子外面喝酒啊？我朋友在里面疗伤，不方便打扰。哦，你是？
那个鬼？鬼？嗯。我是头一次听见有人这么叫他。他在我们那儿是头号美男，但是我觉得他不如我。哦。不好意思啊，不过上次多谢你放了我们。无妨。那行吧，小兄弟，咱们日后有缘再见。有缘再见。真是奇怪的两个人呢。哟，醒过来了，来吃早饭吧。我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前2天你晕倒了，是我舅舅把你救回来的。你呢，可真是命大，认识了我，我舅舅可不轻易救人的。咦，这小东西怎么还在啊？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不要命了你们！哎，宝贝，来，这里，哇！哎呦，乖，舅舅，乖，这可有点恶心了。就是这些恶心的东西救了他的命。多谢前辈。我现在是好了？不，你中了我的毒。什么？哎呦，我呢，之所以不轻易救人，就是因为我惯用以毒攻毒之法。为了压制你身上的旧伤，我给你下了5毒断肠，而这个毒，我解不了。不是，那现在怎么办啊？不能让他等死吧？哎，那，去地图上这个地方，找那个叫辛百草的家伙。我自认为是天下没有我毒不死的人，而这个家伙自称是天下没有他解不了的毒。你就带着你这一身毒去找他，他自然知道是我让你去的，他就会竭尽全力的救你，来证明自己比我强。等你的毒一解，你的旧伤就复发了。他一定以为这是我留的后手，又会竭尽全力的救你的。这天下真的有药王辛百草这号人物啊？他真的能救好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是下毒的人，我又不是大夫。快走吧，你还有10日的时间。10日？10日之后5毒断肠就发作了，不到2个时辰就死透了，先从肠子开始烂起，很刺激的。多谢前辈。谢我干什么？生死还未卜呢。已经很好了。本来以为我会死在一条野路上，无人问津，没想到这老天啊，还算眷顾我。
让我在临死前见到了那么多英雄人物，即便是现在死了，又如何？哎，孙顾长风，我舅舅可是费了9牛2虎之力把你从鬼门关里拉出来的，别整天死不死的，你给我好好活着，到时候我们在江湖里再次相遇。你说的对，我要好好活着，一匹马，一杆枪，一壶酒，做个逍逍遥遥的江湖浪客。你也是，你要去更远的地方，看更多的江湖，完成你和你那喜欢的姑娘的约定。必然。接着，再会，再会。千万别死了，四顾长风！是那种应该死在江湖上的人呢。舅舅，你说我是不是也是那种能死在江湖上的人？嗯？呸呸呸！不是！啊？快呸呸呸！呸呸。那我是什么人啊？那种被爹妈乱棍打死的人。舅舅，我们打个商量吧。哎，不打。哎，我还没说呢。走。哎。易小凡，吃午饭了。吵死了！哎，今天吃什么？别乱摸人脑袋，姐姐说了，摸多了会长不高的。你姐姐骗你呢，我会摸骨，我一摸便知道你本来就长不高，跟我摸不摸你没有关系的。呸呸呸！再这么说，你今天的大白馒头可归我了。你天天这样睡，也不知道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你这样以后会娶不到媳妇儿的。你小小年纪怎么说起话来像母亲一样？一份正经行当就这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好吧，都听你的。看来我的确得去找份正经行当了。只是这份行当，怕是在村中做不了，也是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你必须给我回乾东城，不然你娘会给我下毒。我娘的毒还能毒得过你？我才不信呢！耐不住她会撒娇。我又不是不回去，我这不是想让你沿着路带我逛逛这江湖吗？不逛，没空。你那么闲，怎么可能没空？我哪里闲了？我可是毒菩萨，我忙得很。哎，再说了，4年一度的剑林就要开了，我可不想错过。剑林？什么是剑林啊？看你这么着急，可是个盛会？整个江湖的剑客磨剑4年，就在等待剑林开启。你说是不是个盛会？哈哈。舅舅。你最疼我了，对我最好了，我给你酿酒喝。嗯，去，少来这套。我问你啊，你娘有没有教你什么武功？没有，但我娘找了个师傅，教我习拳。哎呀！哎，好了，回来。什么师傅啊？叫什么王八？对，
这名挺有趣的。哦，一拳定山王霸天啊，对对对，就是他。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。是啊，我娘也觉得他定能把我教出来。我觉得他老人家辛苦呀，于是呢，我就请他喝了顿酒。他说他这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好喝的酒。那我就说只要不稀罕，天天都有这样的酒喝。所以啊，才3日，我娘就把他赶走了。哎呦喂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后面我娘就觉得找男的教我不靠谱，换了个女师傅。啊，这女师傅那叫一个美呀，名字我还记得呢，苏沐青。苏姑娘，是很漂亮的。人不仅漂亮，教我也是认真的很，足足教了3日。不过也好，就教了3日。为何？因为我爹自从苏姑娘来了以后，每天都往我的后院里跑，也足足跑了3日。哎，结果可想而知。会的都是些半吊子的功夫，所以你到底最拿手的是什么功夫嘛？你看，怎么样？哼，连你都嫌弃吧？走。哎，舅舅，舅舅，舅舅。舅舅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回乾东城啊，那条路近。你别闹了。我那招不厉害吗？哎呦，这不就是你父亲的轻功3飞猫吗？什么叫3飞猫啊？我这叫3飞燕。你可别小看我这招啊，逃跑最厉害了。哼，哎呀，别啊，舅舅。之前是我年少不更事，但现在我洗心革面了。我发誓。这次是真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我的确不喜欢习武。一来呢，是觉得打打杀杀没意思；二来你也知道，叶将军和云哥死了，爷爷不希望我走上叶家的老路。但是我这2天看到了北离8公子，看到了那血淋淋的刀光剑影，我就不禁问自己：如果我的兄弟遇到了那样的事儿，我能守护他吗？我能像北离8公子一样，拔出武器，与他并肩作战吗？舅舅，江湖上，你最钦佩的人是谁？那自然是李先生。哪个李先生？这江湖提起李先生，说的就是那一个人，一剑飞仙李先生。那一年我19岁，有幸在天启城亲眼目睹了那来自天外飞来的一剑。从南绝来的5名绝顶剑客下战书挑战李先生，他们想用车轮战，而李先生却只用了1剑。也就是从那天起，南绝人再也不敢在北离面前言剑。那一年的5榜首甲自然也是李先生，但是李先生把5榜给撕掉了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世俗5榜也配评价折世仙人。这么潇洒呀！难怪说北离习剑，南绝练刀，原来是不肯练剑了。身为北离人，哪有不练剑的呀？我年轻的时候也练过剑。你还练剑？你不是练毒吗？我在剑上抹毒。干嘛？有意见？没有。唉，好，那我决定了，我要练剑。你练剑？你有剑吗？你就练剑。剑林剑林，能没剑吗？哦，好啊，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唉，小百里啊。行，是时候给你弄一把好剑了。真的，舅舅？我宣布，舅舅，你在我心中的地位已经超越我爹了。哦，你爹本来就没什么地位，倒也不至于。上马，赶路，去！去！小百里，跟上！来了！
不是你说让我去找个正经行当来做，现在我要去了，你怎么反而一副不开心的样子？哼，我才没有不开心呢，是你看错了。也是，你是个有本事的人，可以去城里谋个武官做，就能顿顿吃白面。到时候，村子里的老人们都中意你，带着自家姑娘来与你结亲，你就能选一个最漂亮的娶回家了。对了，叶小凡，你觉得村子里哪个姑娘最漂亮？陈姨吧，婀娜多姿，丰腴得很。我说的是姑娘，陈姨她都不是姑娘了，她都有男人了。那你替我选一个。你看我姐怎么样？村子里的先生们都说我姐姐是美人胚子呢。你知道美人胚子什么意思吗？什么意思？所谓的美人胚子，是指现在还不是美人。啊？更何况，我已经有婚约了。哦，什么？你已经有婚约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定了亲事。只是如今，已到了成婚的岁数，我还流荡在外，也不知他是否心有所属了。那你怎么不去找他？会找的，在我做到我一定要做的事情之后。很快了。行了，就送到这儿吧。叶小凡，虽然你是去附近的大城，可是你毕竟不住在这儿了，还是应该和大家吃个饭，告个别吧。我不去附近的大城啊。不去附近的大城，那你去哪儿？我要先去一个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取一个东西，之后我再去一个我一定要去的地方。一定要去的地方，那是哪里啊？千里之外，名叫天启。天启，那不是我们北离的大都城吗？很远很远的，我才只在书上看见过。叶小凡，你去那里干嘛呀？去天启，自然是要做大事喽。或许还能见到一个许久未见的朋友，和他。叶小凡，你发什么呆啊？这样吧，以后别叫我叶小凡，就叫我叶鼎之。叶鼎之？为什么你要叫叶鼎之？因为我要剑荡江湖，问鼎天启。好好练我教你的剑，多练几年，以后村子里所有的人，你来保护。叶小凡，你先别走，那我以后怎么找你啊？到时候我名扬天下，你出闯江湖，你说你是叶小凡，我来找你。好。真不愧是神剑阵啊，人皆有剑。就连狗都有剑。舅舅，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剑狗？你骂谁呢？不好意思。剑狗？舅舅，我还没听你说过，到底什么是剑林呢？剑林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巨剑成林。原来呢是有一些剑客为使剑心坚定，将剑插入剑仙陨落之地。后来呢，世上每出一把名剑，或者没有一位高手身陨，新出名剑或高手佩剑，就会存于剑林。
等待4年1度的有缘人前来取剑。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？好像。老板，哎，这是什么酒啊？剑酒。来到剑林，怎么能不尝尝剑酒呢？剑酒。老板，满上。得嘞。哎，小白脸，你总是给我介绍你那些师傅，怎么也不见你给我介绍介绍你的酿酒师傅？酿酒哪需要师傅啊？这是天赋，懂吗？来喽，客官，您的酒，慢用。好烈，入口如利剑割舌，凛冽锋锐，果如其名，好酒。哎，少喝点，会醉。舅舅，你说咱们都走了这么久了，这山林怎么连个尽头都没有啊？怎么还起雾了？舅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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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奇门遁甲之术。刚才那里啊，是平日里也能涉足的剑林外围，而这里才是真正的4年一开的剑林。好壮观啊！世上呢有2个铸剑大派，一是剑心种，二是名剑山庄。看来今年是名剑山庄坐庄啊。说起来，你跟剑心种还有8千里外的交集呢。什么交集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雷梦莎，她娶的可是剑心种种主李素王的女儿，星剑传人李新月。这江湖说大也大，说小可真小啊。既然诸位来此，都是为了取剑，那魏某也不想多说废话了。仙乐，起！第1品，高山之剑。诸位，请吧。舅舅，我们去吗？先不。剑分4品，第1品高山，高山仰止，乃是凡剑不能企及之处。第2品沧海，百川归海，无边无际，乃是造100把高山才能求得之剑。沧海剑，诸位，请吧。第3品云天，沧海之上9天凌云，傲视万物，乃是万中取一的存在。第4品仙宫，9天之上仙宫所藏，乃是真正的天外之剑啊。至于剑灵有没有，那得看机缘喽。那凭舅舅啊在剑上的本事，取一把沧海那是没有问题的。怎么着也得云天吧？那就得用毒喽。有没有看
看中的？我只知道沧海之上更有云天，云天之上更有仙宫。我自然是要最好的，不然怎么名扬天下？说得好。你是哪个？望城山，王一行。哦，吕素贞的弟子啊。且不说他说的好不好，就他这副妄图一步登天的野心，要为难死的舅舅我。哎，魏先生，恕我直言，这剑还是要自己取的好。我说老哥，你说什么？让谁取剑啊？我是说，这剑还是你自己取的好。你看他那样，指定上去2、3下就被人揍趴下。难不成这一次真的要空手而归？温先生不必着急，我倒是觉得这位小公子或许能获得一柄好剑。好。你小子不会喝醉了吧？高山、沧海，皆已有归主。接下来这柄剑，乃是云天品宝剑，我命它为火神。剑仙对战时折断的暖剑，99玄阳。准确的说，是脱胎于99玄阳。本是仙宫鹤，奈何落9天，浪费了。我来，我来，来！别碰我的剑！你不是说浪费了吗？表里不一。那要看剑在谁手里。剑本无品，用剑者正直。这剑怎么会飞？这是望城山的御剑术，不仅是剑术，也蕴含着望城山的秘法。小小年纪这样的修为，应该是望城山本代弟子的魁首啊！哎！我看你是真醉了吧？这是剑酒，跟一般的酒不一样的。望城山山主吕素贞座下手徒王一行前来取剑。诸位，唯一一把云天，无双城不来取，难道？哼！小生我无异于更高品级的剑，这柄正适合我回去送给小师弟。诸位，承让了。太后家说了，最高品级的剑。是啊，无双城还没动，这次真的有。第4品，仙宫之剑，乃天外飞来，还请仙人赐剑。小白丽，哦，仙宫。好像。是原相。此剑为我所造，我称它为不染尘。愿有绝世公子将其取之，求这绝世公子持它荡剑天下，让这把剑
问鼎剑谱。主将好，此教要定了。白痴啊你！你想让你舅舅一个用毒的被天下剑客围攻吗？无双城宋彦回特来求见，谁来赐教？谁敢跟无双城抢东西？我。你是叶鼎之。叶鼎之，从没听过这个名字，估计又是个愣头青吧。无双城都敢挑战，这次估计得把命给留下。这人，我怎么好像怎么也记不起来了呢？好快的剑法！天生剑法果然不错，但我更强。舅舅，他们厉害吗？目前展露出来的都是金刚凡境修为，不同的是，无双城这一位已经黔驴技穷，而这位叶鼎之可未尽全力啊！小小年纪能有此修为，不易呀。宋某技不如人，承让。且慢！小白脸。我也要取剑。敢问阁下是？百里东君。百里东君。我们认识吗？不认识。那你不是要取剑吗？那你的剑呢？我的，对。小公子，见见你。丢人呐！家门不幸。这不就有剑了吗？怎么和以前一样傻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为什么我看你有点眼熟？百里东君啊，你这是在跟我套近乎啊？你来错地方了。
剑啊！小兄弟，下来吧，别打了。就是啊。别受伤了，别打了。看起来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这傻小子，一定和当年一样，练我的时候偷了懒。剑，我会剑术吗？师傅，这又是您的幻术吗？不，这一次是剑术。看好了，我只舞一次。我有一剑，能称绝世。何为绝世？天上地下，过往明天。再无此一人，再无此一剑。若再有此人，再有此剑，当幸百里。我想起来了，我会剑术。这是西楚剑阁，这还真是西楚剑阁，不愧是传说中的剑法，能够如此潇洒写意。师承这只有3剑，我曾有幸见过一次，和方才百里公子使用的招数是一模一样。可是他用的是完整的剑招。小白里怎么会西楚剑阁？我想起来了。剑歌，可为何只有剑，没有歌呢？可惜唱歌的人已经死了，世间便只剩下这一剑。问道于谦，当年西楚儒仙古臣咏歌，剑仙补墨执剑，于西楚最后的城池洛桑城城头，以一剑一歌对阵9000破锋兵，直至力竭生死。最后洛桑城破，西楚亡国，这套完整的剑法，自然也就失传了。我外甥，我外甥，没想到啊，
这镇西侯府的胆子，可真是比我想象中要大。本以为今日来，只是为了取剑扬名，却没想到见到了你，还见到了如此有趣的剑法。酒，我的酒呢？接着。 定是好酒，如此畅快。兄弟，借酒一乐。干！干！痛快！成剑有9天，竟然还真有歌呀！茫茫去不还，自歌云霄里，奏吟3万叹。仙人在我心中，今日只吟至此处。